各位朋友啊，新加坡呢，一个国土面积只有728.6平方公里，一脚油门就能开出国的一个城邦小国，却偏偏呢自诩是亚洲的瑞士，动不动呢就以教师爷的姿态来对待中国，指手画脚。你有没有想过呀？新加坡75%的人是华人，和中国呢同宗同文同祖，共享祖先。中国是连续9年的最大的贸易伙伴，每年呢给新加坡带来上千亿美元的经济红利，可是却为什么反而处处跟中国作对呢？从李光耀当年断言中国不搞西式民主就难以持续发展，到现在的总统尚达曼公开要求中国放弃战略，自己不要搞产业升级，再到总理黄循财跑到这个彭博社论坛劝中国放下历史包袱，跟日本和解。新加坡的精英们似乎陷入了一种认知怪圈，明明是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国，却总觉得自己能够主导地区的规则，明明靠着中国的贸易和旅游赚得盆满钵满，却处处提防中国吞噬它。明明标榜中立，却把美军请进家门，让张仪海军基地成为美国第7舰队的补给枢纽。明明享受着东盟中心的地位，却不断地引入域外的势力，撕裂区域的团结。这一连串的矛盾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一个靠华人血缘、地理咽喉发展起来的国家，为什么要系统性的去中国化？一个自称中立的国家，为什么在南海的问题上屡屡给中国添乱呢？甚至支持所谓的仲裁结果。一个曾被日军屠杀数万华人的国家，为什么反而要劝中国忘记历史，跟日本握手言和？更令人不解的是，新加坡的经济命脉完全依赖马六甲海峡，而中国正在推进去马六甲化的战略，明明是断了新加坡的金饭碗，他为什么还敢如此的高调反华呢？今天呢，咱们就顺着悬念递进的思路，一层一层的剥开新加坡的伪装，把它生存焦虑的战略算计以及未来宿命彻底的讲清楚，说明白。首先啊，我们聊聊新加坡那些让人匪夷所思的狂妄之言吧。大家有可能都听过李光耀的大名，这位呢，新加坡的开国领袖一直以亚洲价值观奠基人自居，跑到世界各地演讲，张口闭口就说中国需要民主，否则发展就难以持续。可是大家知道吗？李光耀自己统治新加坡的31年里面，实行的是典型的精英威权的政体。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超过了60年，反对党连议会的1/3的席位都拿不到，媒体的自由度常年排在全球的150名之后，甚至有记者因为批评政府被起诉。这种自己搞威权却教中国搞民主的双标，难道不是天大的讽刺吗？更讽刺的是，李光耀的这种说教本质上就是一种殖民思维的延续啊。新加坡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从1819年的来福士登陆到1965年的独立，近150年的殖民历史让新加坡的精英阶层就形成了一种潜意识，只有依附西方的话语体系才能够在亚洲获得高人一等的地位。他们一边刻意割裂与中华文明的联系，一边又刻意的去往西方靠拢，试图扮演西方文明在亚洲的代理人，以此来掩饰自己非西非东的文化无根状态。李光耀晚年在回忆录里边，他写过一句话：新加坡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不是中国，也不是马来西亚，我们是新加坡人。这句话呀，看似在塑造国家认同，实则它暴露了深层的身份焦虑。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国家，它只能依靠强者来寻找存在感。到了现任的总统尚达曼，这种说教呢更加是变本加厉。他去年在达沃斯论坛上公开就批评中国的战略自主的政策，
说中国搞产业链自主、产业升级，违背了全球化的潮流，甚至要求中国放弃部分核心产业的自主研发，融入西方主导的供应链。大家听一听，这都是什么逻辑啊？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安全，这全都是底线中的底线，一旦被别人砍了脖子，后果不堪设想。远的不说，2018年美国对中国的芯片禁令，就让中国人深刻的体会到了自主可控的重要性。可尚纳曼他不管这些，他只关心新加坡的利益。如果大国都搞战略自足，都不依赖外部的供应链，那新加坡这个中间商还怎么赚差价呀？新加坡的港口维修、燃料补给、转口贸易这些支柱产业不就成了无源之水吗？尚纳曼的论调更暴露了新加坡对全球化单方面的理解，全球化就是应该是大国负责生产，小国负责中转，大国永远依赖外部市场，而小国永远靠提供服务来获利。可是时代变了呀，中国的双循环战略、供应链自主不是要退出全球化，而是要构建更安全、更可持续的全球化。新加坡想把自己的生存逻辑强加给中国，纯属螳臂当车，不仅不切实际，更暴露了他的战略思维的短视。他以为地理优势是永恒的，但忘记了没有任何的优势能够抵过历史的潮流。我们再看看黄循财在去年的彭博社的新经济论坛上，当着全球的企业家的面儿，他说东盟已经和日本和解，中国也应该搁置钓鱼岛争端和历史恩怨，向前看。这种劝受害者微笑原谅，这种伪善简直让中国人作呕啊！大家都知道，二战期间日军在新加坡对华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华侨的验证大屠杀，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边，大约有5到10万的华人被日军以反日分子的名义抓捕处决，尸体被扔进大海或者是集体掩埋。这个事件被列为二战日军的3大屠戮惨案之一。新加坡的和平纪念碑上至今还镌刻着纪念遇害同胞的文字，每年都有纪念活动。可就是这样一个曾经被日军侵略者深度伤害的国家，他的总理却要求中国放下历史包袱，去跟日本和解。这不是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吗？更讽刺的是，黄循财说东盟与日本和解，话音刚落就遭到了印尼、菲律宾等等多个东盟国家的反驳。印尼外交部的发言人就直接表态，每个国家都有权利铭记历史恩怨，解决需要尊重受害者的感受，不能由第三方去指手画脚。菲律宾更是直接拿出了历史证据，指出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菲律宾的劳工，至今没有足额的赔偿，所谓的和解根本不存在。黄循财的这番言论不仅没有起到调停的作用，反而暴露了新加坡在东盟内部的孤立状态。他自认为是东盟的代言人，却根本没有搞清楚其他东盟国家的真实的想法。你们有没有发现，新加坡的这些教师爷的言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就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对中国的核心利益去说三道四，却完全无视自身的矛盾和历史的事实。这个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难道新加坡真的以为自己能够左右中国的决策吗？还是他说的这些言论根本就不是说给中国听的，而是做给美国、日本去看的投名状呢？要解开这个谜团，咱得先解构一下新加坡的生存之道。新加坡的崛起本质上靠的是3张牌，被马来西亚第一华人血缘航道这个咽喉的金融服务这些呢就是都是新加坡的牌，其实呢都充满了矛盾和脆弱性。第一张牌是华人血缘，新加坡 75% 的人口是华人，按理说应该跟中国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可实际上呢，
新加坡却在系统性的去中国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新加坡所推行的讲华语运动，表面上是推广普通话，实则是在打压闽南语、潮汕语等方言，因为这些方言承载着浓厚的中国乡土文化，不利于塑造独立国家的认同。在教育领域，新加坡的小学虽然开设华语课程，但是课本里中国历史仅占 15%， 重点讲述的是新加坡本土史和西方的殖民史，甚至把下南洋的苦难史简化为自愿移民史，刻意去割裂与中国的历史联系。在文化领域，新加坡政府所推广的新加坡式的年俗，春节期间不鼓励贴春联、包饺子，反而主推逛乌节路灯，这个就是那个一个灯会吧，吃海南鸡饭，试图打造一种非中非西的文化符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核心的原因是生存的焦虑。新加坡被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2个穆斯林的国家包围。建国初期，马来西亚因为华人的比例过高而将其驱逐，印尼呢更是发生过大规模的排华事件。这就让新加坡的开国领袖们深知，一旦被周边的国家视为中国的延伸，必然会招致灭顶之灾。所以他们必须要通过去中国化来向邻国证明，我们不是中国的第57个民族，我们是独立的新加坡人。可这种自我去世的结果却让新加坡沦为了文化孤岛，西方世界始终把它当成是亚洲的代理人，表面上尊重，实则不接纳。新加坡的华人精英就算是拿到了西方的名校文凭，在欧美企业里也很难融入核心管理层，甚至连美国的盟友也对其失去了信任，而亚洲国家则把它当成西方的买办。虽然觉得他的皮肤是黄的，但是心呢却是白的。新加坡年轻的一代华人呢，既不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也难以获得西方社会的真正接纳，陷入了深刻的文化迷失。更严重的是，新加坡为了平衡族群结构，过度的引进了印度裔、马来裔的外国人才，导致本土华人的地位边缘化，社会认同产生撕裂，文化基因呢被不断的稀释。这种身份的不安全感成了新加坡精英阶层焦虑的根源。但是矛盾的是，新加坡它又离不开华人，血缘带来的经济红利，中国企业去新加坡投资会因为同宗同文而多一种信任，中国游客去新加坡旅游也会因为语言相通而倍感亲切，甚至是在东盟内部，新加坡能够充当与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沟通桥梁，也得益于华人身份。2024年，中国新加坡的贸易额高达了1180亿美元，新加坡超过40%的货物出口到中国，中国游客占新加坡外国游客总数的 30% 以上。这种既要又要的矛盾呢，让新加坡华人的政策始终摇摆不定。经济上拥抱，政治上疏离，安全上对抗。再看看第2张牌，航道咽喉马六甲海峡，它是新加坡的金饭碗，全球 25% 的原油运输， 40% 的集装箱运输都要经过这里。新加坡港每年处理的集装箱中 30% 以上都和中国的贸易相关。新加坡的商业模式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高速服务区，过海峡不收费，但是呢，船舶维修、燃料补给、转口贸易、冷链仓储这些服务能够给新加坡带来巨额的利润。这部分的收入呢，占它的 GDP 的 30%。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种地理优势是不可替代的，但实际上它的脆弱性远超想象。首先它缺乏价值创造，完全依赖地理红利。新加坡本身并不生产任何商品，只是做转手生意。一旦货物不经过马六甲海峡，它的服务就成了无源之水。其次呢，它极易被替代。中国早就看穿了新加坡的航道讹诈，正在推进一系列的去马六甲化的战略。中缅油气管道中的中哈原油管道、中俄原油管道已经让中国的石油进口不再完全依赖马六甲。中欧班列2024年的开行量已经突破了8万列，大量的货物从海运
转向了陆运，绕开了马六甲。马来西亚的黄金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都在建设深水港，试图分流新加坡的货运量。甚至北极航线的开通，让欧洲到亚洲的货运可以直接走北冰洋，根本就不需要经过马六甲。这些替代航道的推进，正在一点点的削弱新加坡的垄断地位。2024年的数据显示，中国通过马六甲海峡的石油进口量占比已经从2013年的 85% 下降到了 58%， 集装箱运输量占比从 60% 下降了 42%。新加坡的集装箱吞吐量的增速已经连续3年低于全球的平均水平，这背后是替代通道的冲击。新加坡的服务区经济，它就像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驿站，一旦主要的商路改道，曾经的繁华市镇必然就会走向衰落。那么它第3张牌呢，就是金融服务。新加坡以低税率英美法系高效的监管著称，成了亚洲最大的离岸资产管理中心，被誉为华尔街东南亚的分街。2024年新加坡的离岸资产的规模超过了3万亿美元，全球很多的富豪和企业都把资金放到这里避险。但这种金融繁荣同样是建立在这个极其脆弱的基础上的。新加坡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很高，高度依赖中美关系的稳定性。一方面它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企业的离岸资金，人民币离岸清算业务占全球的 15%。 另一方面呢，它又是西方资本进入东南亚的门户，美元欧元跨境结算业务量巨大，一旦中美金融脱钩，新加坡将会沦为战场而非避风港。西方资本可能会因为去中国化而撤离，中国的资本也可能会因为安全考量而回流，新加坡的金融体系将会遭遇灭顶之灾。更致命的是，新加坡它没有庞大的实体经济支撑，没有足够的内需市场的缓冲。金融繁荣本质上是信心游戏，一旦地缘政治动荡，你比如说台海冲突升级，南海局势紧张，资本的恐慌性外逃将难以阻止。这是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金融大厦，随时可能会崩塌。所以大家想想，新加坡的这3张生存牌，每一张呢都是充满了矛盾和脆弱性。华人血缘让他获利却不敢亲近，航道咽喉让它繁荣却面临替代，金融服务让它富裕却根基不稳。这种生存基础的脆弱性造就了新加坡精英阶层的深层的焦虑，也让他走上了两边下注的赌徒之路。那么新加坡它的真实战略到底是什么？它所谓的中立真的是不选边站队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新加坡的中立本质上是策略性的中立，表面上不结盟，实在是在地缘政治关键问题上完全倾向美国，经济上亲华，安全上亲美。它有一张阴阳脸，看似聪明，实则危险。新加坡的真实计划核心目标是保住马六甲海峡的枢纽地位，遏制中国的陆权的崛起，通过依附美国拉拢日本印度，构建对中国的制衡圈，最终实现小国大外交的野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新加坡采取了一系列的系统性的操作。第一，在军事上绑定美国。1990年，新加坡打破不允许外国驻军的传统，与美国签订了军事合作协议，允许美军使用樟宜海军基地。2015年又同意美国在基地部署P-8A 反潜巡逻机，专门监控中国海军在南海的行动。2023年更是升级合作，允许美军的航母滨海停靠常态化部署。樟宜基地成为美国的第7舰队在东南亚最重要的补给点。截止到2025年，美军在新加坡的驻军规模虽然只有1500人，但是军事合作的深远远超一般的非盟友国家。
美军可以使用新加坡所有的军事设施，甚至能够调动新加坡的后勤资源。双方每年举行的联合军演超过10次。第二呢，在外交上拉拢日本、印度，孤立中国。新加坡是印太战略的积极推动者，最早提出印太概念的就是新加坡的智库，他还联合美国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也就是 IPEF， 其中的供应链条款要求东南亚国家优先使用新加坡的港口溯源系统，变相提高中国货物的准入成本。在东盟内部，新加坡不断的鼓吹中国威胁论，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快速推进计划，试图绑定美国、日本外部势力介入南海事务。更过分的是，打破了21年的惯例，邀请印度海军参与马六甲海峡的联合巡逻，试图借助印度的东进战略来牵制中国。第三呢，在经济上，他阻挠中国的陆权战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瓜达尔港的事件。2007年，巴基斯坦对瓜达尔港运营权进行招标，新加坡的国际事务集团以低价策略抢走了运营权，结果在运营的5年里面，既不投入资金完善设施，也不积极的招揽货源，就让这个港口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摆明了是要破坏中国的能源通道计划。直到2013年，巴基斯坦政府忍无可忍，终止合同，将运营权移交给中国，瓜达尔港才重新焕发了活力。2024年的吞吐量已经突破了100万标准集装箱。除此之外，新加坡还暗中游说泰国政府，以环保问题为由，暂缓中泰铁路的2期工程，联合日本推动曼谷到罗涌港的铁路项目，试图绕开中国规划的泛亚铁路线，保住自己的中转地位。第四，在文化上刻意抹黑中国，塑造西方的认同。新加坡的媒体常年刊登批评中国的文章，从新疆治理到香港的国安法，从产业政策到一带一路，总能够找到借口去说三道四。新加坡的智库也频繁地发布中国的威胁论的报告，把中国的正常发展解读为扩张，甚至是在教育领域，新加坡的课本里面也刻意放大中国的负面形象，让年轻一代对中国产生误解和警惕。新加坡这么做难道不怕得罪中国吗？他们的底气在哪里呢？其实呢，它的底气恰恰来自于它的治理优势和生存焦虑。新加坡的港口效率全球第一，2024年集装箱的周转率已经达到了每箱12分钟，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5分钟。海关的清关速度平均只需要2小时，商事纠纷审理的周期不超过30天。这些治理优势让他觉得呢，自己的服务是不可替代的。同时呢，生存焦虑也让他不得不孤注一掷，深知中国的陆权崛起是不可逆转的。一旦马六甲海峡的枢纽地位丧失，新加坡的经济将彻底的崩盘。所以他宁愿牺牲对华关系，也要拼死一搏。可是在这里呢，就出现了一个意外的转折。新加坡的治理优等生的神话，恰恰是他战略短视的根源。他自以为稳固的制衡圈，其实是不堪一击的。他赖以生存的地理优势正在被中国的陆权战略一点点的瓦解。首先呢，新加坡它的治理优势呢正在被稀释，中国的瓜达尔港正在完善商事法律体系，关税比新加坡更低。马来西亚的黄金港的引入这个中国港口管理技术以后呢，正在快速的提升效率。中国老挝铁路的冷链运输直接就把东南亚的农产品运到了中国内陆，不再需要经过新加坡的冷链仓库。这些替代方案不仅成本更低，而且更安全、更便捷，正在逐步削弱新加坡的独特性。其次呢，它的制衡圈根本就靠不住。美国深陷俄乌冲突与中东的困局，无力在亚洲投入更多的资源。日本的军国主义抬头，引发东盟国家的警惕。很多东盟国家对日本的历史罪行记忆犹新，不可能真正的信任日本。印度的实力与意愿呢均不足，海军连常态化的巡逻马六甲
海峡的能力都没有，更别说制衡中国了。新加坡把国运压注在这些国家身上，无异于与虎谋皮。更重要的是，经济的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让新加坡根本承受不起与中国决裂的代价。2024年对华贸易占新加坡的 GDP 的 20%， 而中国对新加坡的贸易仅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1.2%。中国的游客贡献了新加坡旅游收入的 35%， 而新加坡对中国游客的依赖度远超中国对新加坡市场的需求。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酒店、凯德置地企业在中国的资产占其总资产的 40% 以上，一旦中国采取反制措施，这些资产将面临巨大的风险。曾经就有网友开玩笑说，中国只要冻结新加坡旅游签证审批3个月，新加坡的旅游业就会进入寒冬。只要把新加坡降级为非友好的清算中心，它的金融体系就得哭爹喊娘。这话虽然有点夸张，但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在中美博弈中，新加坡的筹码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少得多。它的两边下注更像是在走钢丝，一旦失足就会万劫不复。要真正理解新加坡的反华行为，我们还得回到历史和地缘的维度，搞清楚它的生存基因。新加坡的建国史其实就是一部充满着危机和焦虑的历史，这种历史记忆塑造了依附强权的战略思维。1965年8月9号，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联邦逐出，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当天，李光耀发表了独立演讲。发表独立演讲的时候呢，全程哽咽，因为他手里攥着2份致命的文件，一份是驱逐令，而另一份是马来西亚中断供水的通知。当时新加坡的淡水 90% 是依赖马来西亚，蔬菜、粮食全部都需要进口。陆军呢只有5000人，基本的武器都配不齐，而周边的马来西亚有12万军队，印度尼西亚有30万军队，只要周边的国家想动手，新加坡分分钟都有可能被吞并。这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生存危机呢，让李光耀和他的团队深刻地意识到，新加坡的生存不能靠任何人，只能依附强权。当时的国际环境呢，让新加坡只能选择依附美国。苏联的影响力无法触及东南亚。中国虽然是华人的母国，但是在1965年的印尼排华事件中无力救援，反而被视为是麻烦的根源。而美国在1965年已经在越南驻军18万，第7舰队常年在西太平洋巡逻，有能力为新加坡带来安全保障。更重要的是，美国它需要一个在马六甲海峡的据点，监控苏联和中国的海上活动。就这样，双方一拍即合，形成了长达几十年的军事合作关系。这种依附强权的思维被新加坡的历任的领导人继承了下来。他们认为小国在大国的博弈中没有资格去谈自主，只能通过离岸平衡让大国互相制衡，自己从中渔利。李光耀就曾经说过，小国的生存之道就是让大国都需要你，却又都不能够完全控制你。这句话就成了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座右铭。可问题在于，李光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时的中美关系是斗而不破，新加坡可以在中间左右逢源，而现在的中美博弈已经进入了战略竞争的白热化阶段。真正的中立几乎是不可能维持的。新加坡试图同时讨好中美，既想靠美国的安全保障，又想靠中国赚取经济利益。这种既要又要的贪婪心态，最终只会导致两头落空。更从地缘上看，新加坡的困境是结构性的，它被夹在2个穆斯林国家之间，它必须要去中国化来求生存，它的经济完全依赖海权中转，而中国的陆权崛起正在动摇这种模式。新加坡的安全依赖美国，而美国的战略收缩是必然趋势。这3重结构性的矛盾，也就决定了新加坡反华的政策不是偶然的挑衅，而是生存焦虑的必然结果。
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本质上就是陆权与海权的博弈。泛亚铁路从中国昆明出发，经过了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最终抵达了新加坡。这条铁路一旦全线贯通，东南亚的货物就可以通过陆路直接进入中国，不再需要新加坡的港口来转运。中巴经济走廊连接中国新疆、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中东的石油可以通过陆路直接运送到中国，彻底绕开了马六甲海峡。中老铁路中的中泰铁路的通车，已经让部分的货物开始分流。这些陆权项目对于陆地国家那是福音，对于新加坡这样的海权枢纽国家却是致命的打击。新加坡的反华本质上，它就是在对抗历史潮流。他以为靠自己的治理优势和美国的军事保护就能够保住马六甲海峡的枢纽地位，但是他忘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阻挡陆权崛起的趋势。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的增强，随着替代通道的不断完善，新加坡的地理优势将会越来越小，它的筹码也会越来越小。说到这里，那新加坡的未来会怎么样呢？赌徒心理最终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如果新加坡继续坚持反华路线，不及时调整战略，终将会被时代抛弃。首先呢，经济命脉会被逐步的抽空，随着中国去马六甲化的战略的推进，越来越多的货物就会从陆路运输，新加坡的港口吞吐量会持续的下降，转口贸易、船舶维修、燃料补给等等这些产业就面临着衰退。同时呢，中国的金融市场不断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会选择在国内进行离岸结算，新加坡的金融中心地位将会受到冲击。在去年的2024年，新加坡的 GDP 的速度已经降到了 2.1%， 创下了5年的新低。这背后就是替代通道的冲击和中美博弈的影响。其次，新加坡的安全环境将会越来越危险。随着中美博弈的加剧，新加坡两边下注的空间会不断的被压缩，它必须要在中美之间做出明确的抉择。如果选择继续依附美国，允许美军在新加坡部署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它将成为中国的潜在敌国。一旦台海冲突升级，新加坡可能会去卷入战争。如果选择疏远美国，又会失去安全保障，面临周边国家的压力。这种两难的困境就是新加坡无法逃避的宿命。新加坡呢，一直是以中立、法治、高效为标签的，可是它的反华行为的双重标准呢，正在让这些标签褪色。新加坡的国际形象将彻底崩塌。东盟的国家已经看穿了它的离岸平衡的把戏，不再把它视为可靠的伙伴。中国民众对新加坡的反感也会越来越强烈，曾经的旅游热门地正在变成不受欢迎的国家，甚至是西方世界也只是把它当成亚洲的代理，不会真正的接纳它。一个失去国际信任的国家，在全球化的时代将会寸步难行。当然了，新加坡也不是没有出路，能够及时调整战略，放弃教师爷的姿态，停止反华行为，真正去践行中立政策，主动融入中国所主导的区域合作，依然还是有机会保住自己的发展空间。比如说，新加坡参加泛亚铁路的建设，成为陆路与海路的中转枢纽，深化与中国的金融合作，成为人民币离岸市场的重要节点，发挥自己的治理优势，为中国企业提供咨询、物流等服务。但遗憾的是，从目前的趋势来看，新加坡很难做出这样的调整啊！它的精英阶层已经陷入了赌徒心理，把所有的筹码都压注在了美国身上，认为中国的崛起可以被遏制，认为马六甲海峡的地位永远不会被替代。这种战略的误判正在把新加坡推向危险的边缘。所以新加坡的故事其实就是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一个缩影。生存焦虑、战略算计的短视行为反映了很多小国的困境，但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小国的生存之道不是依附强权两边下注，而是保持
战略自主，尊重历史潮流，与大国平等相处，互利共赢。瑞士之所以能够真正的成为中立国，不是因为它依附了某个大国，而是它从不选边站队，尊重所有的国家的核心利益，靠自己的中立地位和专业服务去赢得国际社会和信任。而新加坡的错误就在于他把中立当成了这个可以说是生存之把这个依附当成了智慧。中立不是骑墙他把对抗当成了筹码，他忘了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逆转的，陆权与海权的博弈，这是历史的趋势。试图阻挡历史潮流的国家，最终都会被历史抛弃。从更深的层次来说呢，新加坡的困境也让中国呢更加看清了崛起的必然性。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倡议不是为了争夺霸权，而是为了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让更多的国家共享发展的机遇。中国的陆权战略呢，不是为了去打压某个国家，而是为了打破海权的垄断，构建更安全、更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随着中国的不断的强大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有能力应对各种外部挑战，也有能力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那么新加坡呢，真的是应该深思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放弃教师爷的姿态，停止反华的行为，认清历史潮流，回到互利共赢的轨道上来，这才是新加坡的唯一的出路。如果继续执迷不悟，抱着赌徒的心理对抗中国，最终只会落得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下场。对中国来说呢，新加坡的反华行为呢，在国际舞台上呢，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血缘和文化的认同可以成为合作的纽带，但不能成为中国妥协的理由。中国越是强大，就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珍惜同宗同门的情感，也要警惕那些打着华人的旗号却损害中国利益的势力。只有自身足够强大，才能够让那些趋炎附势的国家不敢轻视中国，才能让那些数典忘宗的势力付出代价，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复兴。新加坡的未来会怎么样呢？拭目以待吧。但无论如何，历史的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任何试图阻挡中国崛起的势力，终将会被时代的车轮碾得粉碎。新加坡明白了吗？点个订阅，咱们下集再聊。